很多人都认为刘邦军事能力很菜，基本上来自于以下几个印象：不是被项羽撵得鸡飞狗跳，就是张皇失措的跑路，要么就是韩信评价刘邦的大军团作战很拉胯。所谓刘邦上线只有10万人，从公元前207年沛县起义闹革命到率领一支偏师攻入咸阳，及包括刘邦在内的诸侯豪杰发动灭秦之战阶段，是刘邦的觉醒阶段。这个时候看不到上线天花板的兵仙韩信还没来，打出勇冠三军名号的英布还没加盟，顶级游击战术专家彭越还看不起老刘。这些仗全是刘邦带着沛县的老乡硬桥硬马打下来的，没有水分。向西回首掏秦朝首都的过程当中，尽管有胜有负，跌跌撞撞，什么攻城战、遭遇战、外交战、宣传战、政治恐吓齐上阵，但是刘邦的战斗力还是有的。楚怀王安排他西进关中，肯定不是想给秦军送人头，必定是源于刘邦自身的军事实力。等到曲曲折折到达咸阳的时候，队伍已经从开始的3000人发展到了10万人。举一个小例子作为佐证，刘邦在野外遭遇了秦军大将杨雄，结果是大破之，不仅打败了，还大破。其次，杨雄战败之后，秦二世派特使处死了他，说明杨雄本人应该是高级将领，最高级军事机关无权或者不便处理，由皇帝本人直接下令诛杀。最后，在几十年后的汉武帝时代，人们夸赞卫青厉害的时候，说道：大将军卫青的才能可不是章邯和杨雄能比拟的。把章邯和杨雄放在一起，比喻卫青的强大。如果说同学们对秦末历史比较熟悉，就会知道章邯可是非常之强，强到我这块字幕模板都放不下这么多字，来简单罗列一下章邯的战绩：杀陈胜将军周文，杀陈胜上将田臧，杀陈胜别将李圭，大破邓说、伍徐，斩蔡次，降宋刘，围城逼死陈胜，杀楚将于樊军，败楚将朱基时，包围魏王魏咎，魏咎被逼自杀，杀魏相周勃，杀齐王田丹，追齐国相国田荣，项梁前来救田荣，章邯杀项梁。当然章邯最后在巨鹿被项羽所攻破，章邯生情，等于说章邯一人把农民起义、贵族复辟、六国精锐通通刷了个遍。而与章邯并列的杨雄，此时竟被我们老刘大破之乐。由此可见，即便是早期刚刚觉醒的刘邦，就已经能够跟秦朝体制中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军事长官比划了，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刘邦的黄金时代是楚汉战争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思路是刘邦率领一支军队正面与项羽对峙，最终在荥阳城高一线反复拉锯。韩信带领另一支军队跨过黄河，执行战略大回环，依次降服魏、赵、代、燕、齐5国，攻城略地。彭越作为水道游击队长，在项羽身后捣乱，截粮断道，牵扯项羽注意力，这是重要的战略布局。当然也不能避讳刘邦在这一阶段遭遇的重大失败。彭城之战，刘邦纠集56万军队偷袭项羽都城彭城，结果项羽突然回头，用3万骑兵大破刘邦56万联军，刘邦溃不成军，仓皇而逃，以至于发生了名场面，刘邦大军全面溃败。逃跑是为了不影响车速，刘邦要把儿子女儿扔下车。项羽一战再次封神，说再次是因为项羽在巨鹿已经封过一次神。彭城溃败直接导致刘邦发关中老弱到荥阳的危机局面，项羽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神话，创造了古代战争中速决战的典范，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例。老刘是真惨，确实惨，但是凡事就怕但是，史书没有告诉我们刘邦是以怎样惊人的速度从咸阳一路推到了徐州。从咸阳到徐州，这可是足足1500里啊！更可怕的是，在彭城大溃败之后，刘邦竟然还能有本事用极短的时间在荥阳建立一线防御阵地，彭城撤退到荥阳，这又是600里。司马迁让我们看到的是刘邦在彭城溃不成军，但他隐藏起来的是刘邦超大军团极短时间极长距离的进攻和推进，是残兵溃军极短时间极长距离的撤退和防守。这其中的战略规划、军队素质、军人纪律、后勤补给、统帅才能、战场临机应变、国际局势判断、后续政策等等，是我们以往没有看到的刘邦的例子。但其实整个汉军早就预料到了项羽不好打，甚至有可能被反噬，前后一共设置了4道防御战线：荥阳、成皋、巩县，最后是函谷关天险。为什么要说楚汉对峙的这个阶段是刘邦的黄金时代呢？3个原因。第一，磨刀石变了，变成了项羽，这是史上最强的男人之一。听人评价项羽为羽之神勇，千古无二。跟这样的人打仗，每次打的都是高端局。第二，战争密度和烈度极其残酷，仅仅是与项羽在成皋对峙的1年当中，前后共计就打了100多仗。
所谓大战70，小战40，平均每3.3天就打一仗。朋友们算一下，每一场仗光战前就有战役规划、战略会议、兵力部署、将领选择、战略目的和阶段设计、兵马粮草调动、武器装备准备、情报工作、先遣工作、战场布置等等。战争之酷热，战事之密集，是后世难以想象的。第三就是格局。利益姬前来投靠刘邦的时候，被卫兵误认为是儒生，刘邦以为又是个俘虏，懒得见他，这儿还忙着洗脚呢，就告诉卫兵说，让他麻溜走吧，我现在是以天下为己任，没工夫搭理这帮儒生。利益姬听了之后很愤怒，怒目圆睁，双手按剑，呵斥卫兵说，回去告诉你们大王，我不是儒生，我是高阳来的酒徒。朋友们，不要只看到刘邦不羁的脾气和利益姬洒脱的性格，要看到刘邦的立场。这个故事其实点明了刘邦团队自从与项羽全面开战以来，目的只有一个，夺天下。利益姬如果是来自荐，求个一官半职，那我刘邦一点时间都没有；如果是来助我削平天下，为天下苍生计，那时间有的是，全部都给你。因此，无论是军事层面与项羽对峙，还是派遣韩信北渡黄河大回还包抄，还是利益姬的外交战线、陈平的情报战线、萧何的内政战线、张良的统战战线，这一切都是以天下为棋盘。项羽的战略目的是谁不服就打谁，后期的战略目标基本上只有一个，找到老刘，在正面决战中把他干掉，最好是物理消灭。老刘的战略决策就复杂的多了。第一步，还定三秦，建设好根据地和大本营。第二步，东出伐蜀，在荆索荥阳成皋之间顶住项羽，牵制住主力，力争在一个时间段实现实力的此消彼长。顺便说一句，这一阶段跟粟裕大将在中原地区连续作战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近千里的大平原反复连续发起战斗，完成对国民党主力的牵制与消灭，促成决战时期到来。第三步是韩信北伐，执行战略包抄，渡黄河灭魏，背水一战破赵，沙袋塞河，水淹龙驹，从背面依次消灭项羽分封的诸魏诸侯，并逐渐缩小楚国势力范围。平齐之后，最终完成了西与大王会于荥阳的战略目的。第四步就是促成决战，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你项羽的小伙伴都无了，我的小伙伴多的，大家一起上垓下围攻项羽。再顺便说一句，为了能确保一击必中，垓下之战的总指挥不是最高首领刘邦，而是全权交给了最能打的韩信。打天下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事实上对于我们老刘来说，在战役层面攻城略地可能只能是85分，比不上项羽和韩信的99分，但是战略指挥层面是当世第一人，时代巅峰，尤其擅长多线程操作。最后一个是孤独寂寞的睥睨天下阶段，则显得那么的枯燥乏味。除了白登之围两个蒸蒸日上的新生帝国汉帝国和匈奴在边境死磕了一场，最终以外交手段结束争端以外，刘邦的军事能力已经进入化境。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带队一举击溃；韩王韩信造反，勾结匈奴被乱拳打死；陈豨造反，刘邦看到前线情报之后，高兴又轻蔑地表示，陈豨不惧漳水，必败无疑。九江王英布造反，告诉刘邦御驾亲征，听说你也想当皇帝，随即一波带走。总结一下，刘邦的军事才能绝对不是短板，相反是时代前3的水平。只不过在西汉代秦短短的7年当中，军事上出现了太多耀眼的群星，有神勇无双的项羽和天下诸侯之力才能把他打败，有看不见天花板的韩信，实战实胜，根本不知道他的上限在哪里，有帝国余威的章邯，仅靠10几万民夫和囚徒就一举扫荡天下势力。在他们面前，我们老刘似乎不是那么突出，但是论在整个秦末系统当中顺应局势、操控格局的能力，刘邦处于当世第一人。军事能力不仅不是他的短板，反而是他六边形战士的一个侧影，印证了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出奇的强悍。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政治上只要赢了，军事上怎样的表现都能接受。况且人家老刘的表现也没有多差劲呀，比如说刘邦彭城大溃败，这只不过是司马迁惯用的狗屎春秋笔法。彭城是哪里？那是项羽的老巢，刘邦都纠集50多万军队摸到项羽家门口了，这局势还不够令人惊悚啊！还没显示出攻守意识来，老是盯着刘邦那一波溃败说来说去就没意思了。再说了，彭城溃败之后，刘邦连夜往咸阳跑路，可是老刘从来没躲进关中，始终都在大平原上，以荥阳成皋为焦点，反反复复拉锯。汉家大本营关中始终没有遭受过大的威胁，大平原遭遇战最考验军队，老刘死扛着没怂，没溃败，这还不行。白手起家的帝王，无论怎么讨论军事能力，都是最关键的能力之一。可以体力不行，因为统帅不必是战斗班长，
可以突击不行，因为统帅不是剑道团团长，但是统帅一定在战略指挥和临敌判断上拥有敏感和智慧。恰好刘邦同志就是这样的人。顺便说一句，刘邦还未封过武安侯，做个横向对比，秦武安君白起，赵武安君李牧，齐武安侯苏秦，楚武安君项燕，哪一个是好惹的？刘邦到底能不能打？跟他同一时代的人给他上的封号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